嗨，我是老高，今晚我们来聊一个困扰了无数人上千年的终极谜题。李世民千古一帝，杀伐果断，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他明明看穿了武则天身上的帝王之气，甚至得到了上天的预警，为什么最终选择放下屠刀？你想想，这个人一辈子什么人没杀过，亲哥哥都能动手，为什么偏偏对一个小小的才人网开一面？说实话，如果是我可能也做不出那个决定，因为这件事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杀或不杀这么简单的选项。今晚我们不读枯燥的史书，我们要去触碰一段被星光和血色浸泡的历史切片，把目光投向1300多年前的大唐长安，跟我一起坠入公元648年那个改变一切的夏夜。此刻的长安城像一只蛰伏的巨兽，108房在月色下切割出森严的棋盘格。朱雀大街宽阔的能让驼队并排奔跑，但今夜异常空旷，没有万国来朝的喧嚣，只有一种心悸的寂静，像浓雾一样蔓延在红墙黄瓦之间。这种寂静不是因为宵禁，而是因为头顶那片天空出了问题。请试着抬起头，西南方向，一颗星正在违反亘古不变的法则——太白金星。这颗通常只在清晨或黄昏出现的启明星，此刻竟然在白天公然挂在烈日旁边，夜晚依然妖异闪烁。我跟你讲，在古代星象学的体系里，太白金星主杀伐，主变革，主兵戎。它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光芒盖过群星。这在钦天监那些日夜守着星盘的官员眼中，无异于一张来自上苍的宣战书。太史局内，空气凝重的能滴出水来，铜壶地漏单调而急促地记录着时间流逝。太史令李淳风站在观星台上，袍袖被高处夜风吹得猎猎作响。他盯着那架精密的浑天仪，手指在冰冷铜环上快速推演，每一次结果都像一记重锤砸在心口。卦象清清楚楚，没有回旋余地。秦王星隐，女主昌。这不是简单的星象异动，而是关乎国运的恐怖预言。他额头渗出冷汗，顺着消瘦的脸颊滑落在青砖上。他知道这份报告一旦递进太极宫，将引发惊涛骇浪，但他别无选择。作为帝国的守夜人，他必须敲响这口丧钟，让我们把视线穿过重重宫门，进入灯火通明的甘露殿。这是大唐权力的心脏，也是此刻最虚弱的地方。贞观22年的李世民已经不再是弯弓射雕的秦王，不再是玄武门前满身血污的青年统帅。岁月像钝刀，在他身上刻下沟壑。这一年他50岁，在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的时代，他已步入暮年。早年征战留下的旧伤正在反噬，此刻他半倚在玉榻上，呼吸沉重浑浊。曾经看穿敌阵的鹰眼布满血丝和疲惫，金寿香炉里焚着天竺进贡的龙脑香，号称能安神助眠。但今夜即便这价值连城的烟雾，也无法抚平他眉间的川字纹。我觉得李世民这个人，到了晚年其实已经被恐惧吞噬了。你有没有发现，越是强大的人，到了衰老的时候越害怕失去，因为他拥有的太多了。他刚从噩梦中惊醒，梦见自己骑着心爱的特勒赞在辽东战场飞驰，但马蹄陷在泥沼里动弹不得。四周迷雾中无数面孔逼近，有刘武周，有薛仁，还有倒在玄武门的亲哥哥李建成。一头无面怪兽从天而降，一口吞掉了玄黄龙旗，旗杆折断的声音清脆刺耳。他猛地睁眼，大口喘息，手本能抓向枕边宝剑，但触碰到剑鞘时，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这种无力比100万大军更让他恐惧，因为他来自内部，来自衰老。太监总管王德听到动静，端着酸汤入内，
低着头不敢直视皇帝那双浑浊却充满杀气的眼睛。他禀报说，太史令李淳风已在殿外跪候多时，有紧急天象上奏。李世民原本紧绷的神经骤然收紧，他太了解李淳风了，这个沉迷算术的怪才不是天塌地陷，绝不会这个时辰来触眉头。李世民缓缓坐直，挥手传人。当青色官袍跪伏在金砖上，李世民没让他起身，直接沙哑着问：今夜的星空想告诉朕什么？李淳风没有直接回答，呈上了封皮用朱砂写着密字的奏章。李世民展开，借着烛火扫过那些触目惊心的文字。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这12个字像烧红的烙铁，每一个字都是尖刀，精准刺入他最恐惧的角落。他一生与人斗，与天斗，亲手打造了这前所未有的帝国。他曾骄傲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巴中矣，但此刻上天冷冷告诉他，你建立的一切3代之后就要改姓，而且夺走这一切的竟然是个女人。这种荒谬和愤怒交织，让他胸膛剧烈起伏。他猛地摔了奏章，那沉闷声响吓得工人纷纷跪倒。彻查，不管宫里的妃嫔还是朝中武将，只要沾边的一个不许放过。他的咆哮冲破屋顶，在长安夜空回荡。这不仅是帝王的愤怒，更是暮年雄狮面对死亡时的垂死挣扎。但你有没有发现，这和我们很多人面对失控局面时的反应一模一样？越恐惧越想抓住什么，越抓越抓不住。正是这种极度的恐惧和想要逆天改命的冲动，让他一步步掉进了命运的陷阱。越想挣脱，绳索勒得越紧。而那个真正的主角，那个注定改写历史的女人，此刻或许正躲在太极宫某个角落里，借着烛光读书。她还不知道，这颗划破夜空的妖星正在为她铺就通往权力巅峰的血路。历史的车轮发出沉重轰鸣，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人被盛世欢歌蒙蔽了双耳。但李世民听到了，他不仅听到了，他还试图用双手去阻挡。接下来就是一个凡人对抗宿命的悲壮故事，充满血腥的误杀，精密的算计，令人扼腕的错过。就在他下令彻查的那一刻，远在百里外的军营里，一位正当盛年的将军突然打了个寒战。他叫李君宪，左武卫将军，负责守卫玄武门。他当然不知道那个关于女主武王的恐怖供语，即将像晴天霹雳劈在他这个忠臣头上，让他成为第一个牺牲品。说实话，我每次读到这段都觉得荒诞至极。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幽默，他让最不可能的人背上最沉重的黑锅，让最危险的人藏在最安全的地方。此刻长安表面依然沉浸在贞观之治的余晖中，东西两市商贾醉酒高歌，平康坊歌女弹着琵琶，但繁华之下暗流急涌，将卷走无数人性命，把大唐这艘巨轮推向未知方向。这就是公元648年的序章，星空下的战役只是开始，真正的风暴酝酿在老皇帝浑浊的眼眸和那个少女隐忍的沉默之间。让我们把时针拨快一点，去看看这场风暴如何因为一匹马、一个名字、一场酒宴而彻底改变轨迹。当太白金星的光芒在黎明中渐隐，李世民依然枯坐玉榻，一夜未眠。他的目光穿透宫墙，寻找隐藏在黑暗中的对手，但他不知道那个对手不是从外面攻来的，而是潜伏在他身边，甚至潜伏在他的制度里。恐惧的根源往往来自我们自身。这一夜的长安，无人能懂这位天可汗的苍凉与孤独，而那个改变一切的转折点，其实早在10几年前就埋下了伏笔。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一匹名叫狮子的烈马被牵进了宫门。那天，年轻的武媚娘第一次站在李世民面前，
那不仅是一次见面，而是两个极为相似的灵魂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一次短暂而惊心动魄的对视。让我们推开那扇尘封的记忆之门，走进那个充满马蹄声、尘土味和少女野心的午后。时间像绸带，瞬间从贞观22年弹回贞观11年那个金光灿烂的春日午后。请把感官打开，甚至可以闻一闻空气中的味道，不是甘露殿令人昏沉的龙脑香，而是混合着马粪、青草和烈日暴晒皮革的气味。这里是皇宫后院马场，充满原始野性的地方。阳光毫无遮挡倾泻，连面部细微绒毛都清晰可见。此时李世民39岁，正处精力与权力的绝对巅峰。他穿着轻便胡服，袖口高高挽起，露出常年拉弓练就的结实小臂，身后是锦衣华服的后妃和战战兢兢的驯马师。所有目光聚焦在场地中央那匹疯狂嘶鸣的怪兽身上。那是一匹进贡来的神驹，名叫狮子。它有着狮子般狂野的鬃毛和暴烈脾气，全身乌黑没有杂毛，肌肉像流动的黑铁在皮毛下滚动。几个西域马夫试图靠近，被一记后踢扬起的尘土逼得连连后退。这匹马在李世民眼里是某种未被驯服之力的具象化。对靠马上得天下的皇帝来说，征服烈马的快感有时胜过征服城池。但今天有些尴尬，狮子控不打算给天可汗面子，喷着粗气，眼神里满是对人类的蔑视。李世民眉头微皱，那种想要毁灭一切不服从者的杀气在眼底隐现。周围空气凝固，连最受宠的妃嫔都不敢出声。就在这充满挫败的死局里，一个清脆得有些突兀的声音响起了：陛下，这匹马虽然暴烈，但妾身只需3样东西就能让它俯首帖耳。所有人惊愕转头，目光齐刷刷投向人群角落里那个不起眼的少女。那年武则天刚满14岁，入宫不久，被封为五品才人，后宫金字塔里非常底层的存在。注意看此刻她的眼神，那里没有少女该有的羞涩怯懦，只有刀锋般锐利的光芒直刺李世民，没有丝毫回避。她穿着并不算华贵的宫装，但在那群涂脂抹粉的嫔妃中显得格外挺拔。那种挺拔不是因为身高，而是从骨子里透出的不加掩饰的野心。李世民眯起眼上下打量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嘴角勾起玩味的笑。他见多了唯唯诺诺的臣子和千娇百媚的女人，这种带刺的新鲜感让他来了兴趣。哦，说说看，你需要哪3样？武则天向前一步，声音不高，但每个字像钉子扎进土里。第一，一条铁鞭；第二，一把铁锤；第三，一把匕首。这话一出，嘈杂的马场瞬间死寂，连那匹咆哮的狮子似乎都感到了某种杀气，不安地刨着前蹄。李世民的笑容僵住了，他原以为这女孩会说出什么驯马技巧，或像别的妃子那样撒娇请皇帝亲自上阵，万万没想到从14岁小姑娘嘴里吐出如此血腥的词汇。武则天没有察觉皇帝情绪的微妙变化，依然沉浸在自己的逻辑里，用那种冷静的令人发指的语气解释他的3部曲。陛下，如果这畜生不听话，妾身就先用铁鞭抽他，抽到他皮开肉绽；如果还不服，就用铁锤敲碎他脑袋，让他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如果这样他还不肯低头，那就证明他无可救药，妾身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说完，微微抬起下巴，眼中闪着等待奖赏的光。在他年轻的价值观里，为皇帝解决麻烦就是最大的忠诚，而最高效的手段就是暴力，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毁灭。他以为李世民会欣赏这份果敢，毕竟他自己就是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修罗。然而他错了，错得离谱。他完全误读了眼前这个男人。此刻李世民看他的眼神不再是玩味，
而是一种深深的、本能的寒意。这股寒意穿透了初春温暖的阳光，让这位杀人如麻的帝王都感到不适。为什么？是因为他变仁慈了吗？当然不是。能亲手杀掉亲兄弟的人，不会是什么善男信女。我觉得李世民真正恐惧的，是在武则天身上看到了另一个年轻版的自己，那个为胜利不择手段、为权力六亲不认的自己。两只老虎无法共存于一座山头。李世民需要的后宫是卸下盔甲、安放疲惫灵魂的港湾。他需要像长孙皇后那样，如春风化雨般的陪伴。长孙皇后会怎么做？她可能会温柔地抚摸马鬃，用耐心感化暴躁。她代表生的力量，包容、母性，是杀戮世界里的避难所。而眼前的武则天代表死的力量，征服、毁灭，硬碰硬的钢刀。你有没有发现，这和现在很多强势老板面试时遇到同类的反应一模一样？不是欣赏，而是警惕。如果把李世民比作一把绝世宝剑，长孙皇后就是最契合的剑鞘，而武则天不是剑鞘，她是另一把更锋利、更年轻、更没有底线的剑。两把剑靠得太近，结局不会是拥抱，而是相互折损。李世民在那一刻的沉默，是一次极高强度的心理审判。他在脑中快速推演，如果这个女人掌握了权力，会变成什么？她手里的铁鞭、铁锤和匕首，有一天会不会挥向李唐皇室？这念头一闪而过。毕竟当时的武则天太弱小，弱小到不值得警惕，但那种生理上的厌恶是真实的，像刺扎进了心里。最终李世民没说话，只淡淡看了他一眼，写满失望。你退下吧，简单4个字，比任何斥责都冰冷，直接宣判了武则天在后宫的死刑。从那一刻起，武则天在他眼里不再是一个女人，变成了一个符号。这也是为什么随后12年里，武则天始终停留在才人的低微位置。无论她如何努力打扮，如何试图引起注意，李世民都视而不见，刻意将她边缘化、透明化。因为每次看到她，他都会想起那个阳光刺眼的午后，想起那个手持匕首、眼神冷酷的少女，想起那种让他脊背发凉的似曾相识。这是帝王的直觉，也是雄性生物对潜在威胁的天然排斥。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正是这种排斥反而成了武则天的保护伞。如果李世民当时宠爱了她，她可能会卷入争宠漩涡，早早夭折。或者因为生下皇子成为政治靶子，恰恰是这种冷落，给了他12年时间去观察、学习、蛰伏，像旁观者一样站在权力边缘，冷眼看着朝堂起伏，看李世民如何驾驭群臣，看长孙无忌如何玩弄权术，看太子们如何自相残杀。那个午后的教训不仅没打垮他，反而让他悟出了更深的道理。在绝对力量面前，过早亮出獠牙是愚蠢的。真正的驯服者不需要把铁鞭挂在嘴边，而是藏在心里。他学会了把匕首藏进袖子，藏进笑容，甚至藏进眼泪。这匹名叫武则天的烈马，终于在冷落下学会了伪装成一只猫。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慢慢拉远，回到贞观22年的深夜。当老年李世民躺在病榻上想起那句女主武王的杠语时，他脑海中是否闪过那个扬言用铁锤砸碎马头的少女？很遗憾，并没有。人的记忆充满欺骗性，总会过滤掉看似无关的细节。在他的认知里，那个叫武媚的才人不过是后宫里一粒微尘，这粒微尘太微不足道了，根本无法与带有天下这4个字联系起来。他的目光越过近在咫尺的武则天，投向了更远的朝堂和军营。他在寻找那个名字里带着武字且掌握实权的男人。这就是命运设下的最大障眼法，把答案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却让人视而不见。说实话，我觉得李世民犯的这个错误
特别有代表性。越聪明的人越容易陷入自己的逻辑里出不来。他以为自己在布天罗地网，却不知网恰恰漏掉了那条真正在悄悄长大的蛇。为了填补不安，为了给噩梦找一个替罪羊，他把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将军身上。这个倒霉人就是左武卫将军李君宪，他的死是大唐历史上最荒诞的一幕，也是李世民晚年心理防线全面崩塌的标志。长安城夜色越来越深，像化不开的浓墨。在被星象等雨惊扰后不久，一场寻常的宫廷夜宴在武德殿举行。请把目光聚焦在那一张张推杯换盏的笑脸上，这里汇聚了身经百战的将军，满腹经纶的文臣，长袖善舞的皇亲国戚。美酒如琥珀，在夜光杯中摇曳，舞姬旋转的裙摆带起醉人香风。表面看是天可汗与老兄弟们的寻常联欢，但如果你仔细观察李世民那双隐在冕后的眼睛，会发现那里没有笑意。他的目光像暗夜里捕猎的鹰，在每个武将身上冷冷扫视，停留，移开。那个女主武王的噩梦像毒蛇盘踞心头，让他对一切充满怀疑。究竟是谁？那个将要夺走江山的人，是不是就坐在这些大口喝酒的兄弟中间？酒宴进入高潮，有人提议行酒令报小名，武将们借着酒劲大声报出土的掉渣的名字，有人叫大郎，有人叫铁柱，有人叫狗剩，哄堂大笑，气氛热烈的仿佛回到当年军营。轮到李君宪时，这位威风凛凛的关西大汉显得扭捏，他红着被烈酒烧得滚烫的脸，声如洪钟，又带着几分羞涩。不瞒各位兄弟，俺娘生俺的时候盼着是个闺女，给俺取的小名唤作舞娘。舞娘两个字一出口，大殿内瞬间爆发出几乎掀翻屋顶的笑声。一个能拉强弓、满脸络腮胡的铁塔壮汉，竟然叫这么个脂粉气的名字。同僚们拍桌大笑，有人把酒喷了一地。然而在这排山倒海的笑声中，有一个人没有笑，他的身体一瞬间僵硬如铁，那就是坐在高台上的李世民。他手中酒杯停在半空，杯中酒液微微颤抖。对其他人来说，舞娘只是滑稽的反差，但对日夜被淫语折磨的李世民来说，这两个字无异于划破迷雾的闪电。请跟随李世民那急速运转的大脑，把线索拼凑起来。李君宪封号是武连宪公，注意这个武字。第一个巧合，官职是左武卫将军，负责玄武门，手握兵权。第二个武字，他是贝州人，贝州归属武安郡。第三个武字，现在加上小名舞娘，在古音里，武同武，娘即女，女主武王，这四个字仿佛为李君宪量身定做，严丝合缝到令人窒息。所有巧合在这一刻汇聚成逻辑闭环，在李世民脑中轰然炸响。原来是你，原来上天预警的终结者不是后宫嫔妃，而是身边这个猛将。李世民感到头皮发麻，随即涌上来被背叛的狂怒和终于找到目标的狂喜。他强压心头翻涌，嘴角挤出比哭还难看的僵硬笑容，用看似调侃实则暗藏杀机的语气说：既为女子，何其壮勇也。李君宪这个憨直武夫完全没听出帝王话语中的透骨含义，他以为这是玩笑，憨笑几声，继续端杯痛饮。他不知道，这杯酒成了他人生中最后的断头酒。酒宴结束，李世民脸上笑容瞬间消失，他没有丝毫犹豫，召来御史下达密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很快弹劾奏章摆上案头，罪名是勾结妖人图谋不轨，说李君宪与一个崇尚辟谷的道士来往，道士曾说他有非凡之相，在敏感时期这就被定性为谋反铁证。李世民看都没看内容，大笔一挥批了个斩字，没有三思会审，没有申辩机会，
一位位大唐出生入死的开国功臣，稀里糊涂掉了脑袋。行刑那天，百姓还在议论武娘将军的趣闻，却不知那颗长满络腮胡的头颅已挂在城门上，双眼圆睁，死不瞑目。我每次读到这段都觉得心里发堵，这个人一辈子忠心耿耿，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以为死于小人诬陷，万万想不到其实死于一个荒诞的辱名，死于帝王内心深处那个无法言说的恐惧。当人头落地那一刻，深宫里的李世民常常吐出一口浊气。他以为自己赢了，以为亲手斩断了不祥的诅咒，如释重负。当晚难得睡了个安稳觉，他看着镜中苍老却依然威严的脸，心中充满对命运的嘲弄。上天啊，你既然泄露天机，朕就能把他扼杀在摇篮里。然而这恰恰是最讽刺的地方，李世民杀错了人，错得离谱。他杀的不仅是忠臣，更是一道屏障。李君羡作为玄武门守将，是皇家最坚固的盾牌之一，他的死让朝中武将感到兔死狐悲的寒意，忠诚的基石开始松动。更可怕的是，那个真正的女主依然毫发无损。此刻的武则天正在深宫里，或许听着宫女闲聊这位倒霉将军的死讯，感叹伴君如伴虎的无常，却绝不会想到这与自己有关。李世民这顿乱拳打碎了珍贵的瓷器，却让真正的老鼠在暗处掩嘴偷笑。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由恐惧导致的非理性决策，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特别常见。越是想避开那个结局，做的每个决定反而都在加速那个结局的到来。心理学上叫自我实现的预言。杀了李君羡之后，李世民并没有获得长久安宁，焦虑很快卷土重来。天象没有逆转，太白星依然闪烁，不安感向潮水退去后，又以更猛烈的势头拍打他的理智。他开始意识到，也许杀一个人不够，也许那个武王还藏在更深处。这种疑神疑鬼让晚年贞观朝堂笼罩在恐怖的高压中。正是在极度迷茫焦虑之际，他需要一个更权威的解释。于是太史令李淳风再次被推上前台。这一次他不再只是呈递奏章的观察者，他将成为帝王的心理导师。在那个风雨欲来的午后，李世民平退左右，只留李淳风一人。这是一场关于杀与不杀的终极对话，也是决定武则天生死的一线生机。李世民手指轻轻敲击玉案，眼神阴悚地问出盘旋已久的问题：朕已杀了李君羡，但朕心仍不安。据卿所言，那女主究竟在何处？不如将疑似者尽杀之。听听这句话，尽杀之，多恐怖的字眼！如果真的执行，不仅武则天活不成，恐怕所有姓武的、名字带武的，甚至长得像男人的女人都要遭殃。面对杀红了眼的皇帝，李淳风展现出顶级智慧与悲悯。他没有直接劝仁慈，因为他知道在权力面前谈仁慈苍白无力。他选择了一个让李世民无法拒绝的，纯粹基于利益算计的角度，抛出了那个著名的杀老换少论。甘露殿的窗帘被厚重帷幔遮得严严实实，只透进几缕昏黄光线。这里仿佛被世界遗忘的孤岛，空气中弥漫着雷雨将至前的低气压。李世民独坐玉榻，手中佛珠被捏得咯吱作响，脚下散落着未批的奏章。李君羡人头落地好几天了，那如影随形的恐惧非但没消散，反而像慢性毒药渗入骨髓。每到夜深人静，女主昌的预言就像幽灵从黑暗中钻出，嘲笑她的无能，嘲笑她所谓的逆天改命不过是一场徒劳。尽杀之这三个字像魔咒在他脑中盘旋，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一个。这是政治动物的本能反应。他的眼中闪过嗜血红光，手缓缓按在上方宝剑的剑柄上。就在杀机最浓、理智最薄弱的关头，
李淳风被再次宣召入殿，这次李世民没让太监通报，直接让他走到御榻前。两人距离近的危险，李淳风甚至能闻到皇帝身上混合着衰老与杀气的味道。李世民抬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他，声音沙哑，每个字从牙缝挤出。太史令，朕已杀了李君献，为何妖星依然不退？为何朕心依然在跳？你说那女主还在？好，朕就下旨将宫中所有武姓之人，所有疑似者通通杀光。既然上天不肯告诉朕谁是那个人，朕就让天下再无那个人的容身之地。这段话暴露了一个晚年帝王内心最深处的疯狂与脆弱。如果李淳风此刻表现出一丝顺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将不可避免。但他没有慌。这位整日与星辰对话的智者拥有超越世俗的冷静。他看着眼前处于崩溃边缘的天下共主，眼中流露出深深悲悯。他知道跟李世民讲仁义道德没用，讲因果报应也没用。要拦住这把出鞘的屠刀，必须用更高级的利益算计去击败疯狂。李淳风缓缓跪下，但没有像普通臣子那样磕头求饶，而是抬头直视李世民。他的声音平稳清晰，像清泉流过烧红的铁板，瞬间激起白烟。陛下，杀戮若能解决问题，秦皇汉武早已万世不朽。臣夜观天象，推演命盘，那天命之人早已降世，且就在陛下宫中。此乃天命所归，非人力所能强行扭转。陛下若强行搜捕，只会造成无数冤魂，却未必能杀掉那个真正受上天庇佑的人。李世民冷哼一声，剑柄握得更紧。上天庇佑，朕偏不信邪。朕的剑够快，难道斩不断一根天命？李淳风摇了摇头，抛出了那个扭转乾坤的终极论点。我觉得这段逻辑是整个故事里最高明也最细思极恐的部分。李淳风说：陛下，且听臣一言。据卦象显示，此人已在宫中，年纪尚轻。若陛下现在大开杀戒，侥幸杀掉了此人，后果会是什么？天命既定，上天既然要派一个人来代堂，此人若死，上天必会再派一人。新派来的人为完成天命，怨气更重，手段更毒。如今宫中这位女主已经成年，在陛下身边侍奉多年，深受龙威熏陶。待30年后陛下万岁之后，此人年纪已老，人老则心慈，即便他称帝，对陛下子孙或许还能留有情面。但若陛下现在杀了他，上天再生出一个少壮之人来复仇，年轻人血气方刚，心狠手辣，为斩草除根，必将对李唐皇室赶尽杀绝。到那时，陛下子孙恐将无一幸免，大唐宗庙社稷彻底断绝香火。陛下，您是用现在的隐患换未来的灭族，还是留着这个隐患保子孙一线生机，利弊得失，请陛下三思。这段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让发热的大脑瞬间冷却。李淳风太懂李世民了，他抓住了唯一的软肋，子孙后代。李世民可以不在乎名声，可以不在乎杀多少人，但绝不能容忍李家绝后。在宗法社会里，断子绝孙比死亡更可怕，是彻底的失败。李淳风把玄学问题巧妙转化成了概率问题和博弈问题。选项 A， 大清洗，杀掉未知的 X， 结果引来更年轻更残暴的 Y 复仇，全族灭亡。选项 B， 保留现在的 X， 熬到 X 变老，改朝换代但子孙保全。两害相权取其轻，作为理性的政治家只能选 B， 这就是最高境界的博弈论。李淳风用这个逻辑给武则天办了一张免死金牌，大殿陷入长久死寂，只有蜡烛燃烧时的逼迫声。李世民的手慢慢松开剑柄，身体颓然靠回软垫，仿佛瞬间老了10岁。
眼中杀气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深深无奈和对命运的妥协。他长叹一口气，那声音充满英雄迟暮的苍凉。天道茫茫，非人力所能及，罢了罢了。既然杀之招祸，不如听之任之，看他能翻出什么浪花。这一刻，他放下了屠刀，但他不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他以为自己在用仁慈换取子孙安全，在与上天达成默契交易，但千算万算，唯独算漏一点，他低估了那个女主的生命力和野心。李淳风说人老则心慈，这是一般人的规律，但武则天不是一般人。岁月对普通人是杀猪刀，对她却是磨刀石。她越老越辣，越老越狠。她并没有变成慈祥的老太太，而是变成了更恐怖的政治机器。当然这是后话。在当时那个深夜的甘露殿里，这番对话确实拯救了武则天。如果没有李淳风的杀老换少之论，他大概率活不过贞观朝，可能在无差别大清洗中像蚂蚁一样被随手捏死。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历史的走向有时真的就在一念之间，一句话之间。李淳风走出甘露殿时，东方天际已露鱼肚白，微凉晨风吹干了他背上的冷汗。他抬头看天空，太白星依然闪烁。他知道自己刚刚不仅救了一个人，也可能亲手释放了一头猛兽，但他是术士，职责是顺应天道，而非逆天行事，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而此时身处后宫的武则天，完全不知道自己刚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她不知道有2个男人在这个深夜里决定了她未来50年的命运。此刻她依然是默默无闻的武才人，后宫千百个幽怨女子中的一个。在狮子寇事件后被彻底边缘化，李世民虽没杀他，但也完全遗忘了他。这似乎比死亡更难熬，被忽视，被遗忘，被当成透明人。但正如前面所说，这种忽视恰恰成了最好的保护色。李世民既然信了李淳风的话，决定听之任之，也就放弃了对后宫的排查，把目光从嫔妃身上移开。这给了武则天绝佳的喘息机会，一个在夹缝中野蛮生长的机会。接下来的12年，对大唐是贞观之治最后的辉煌与落幕，对武则天却是漫长寂寞的修行。关于忍耐力的极限测试，太极宫宫墙很高，高的仿佛能把喧嚣和四季的风都挡在外面。对生活在这里的女人来说，时间不是以年月计算的，而是以皇帝的脚步声度量。皇帝来了就是春天，不来就是周而复始的寒冬。对武则天来说，这12年就是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极夜。自从狮子驼事件后，她虽然还住在掖庭的角落，还领着才人俸禄，还要在典礼上充当背景，但在李世民的世界里，她已不存在了，变成了虽然活着但已经死去的影子。请试着想象一个14岁入宫，怀揣野心的少女，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只能对着铜镜中那张日益成熟却无人欣赏的脸庞发呆。她看着宫女换了一茬又一茬，看着比她晚进宫的女子因为生了一男半女而飞黄腾达，看着徐慧因才情出众被封为婕妤，成为李世民晚年红颜知己，而她始终是那个武才人，像刻在脑门上的耻辱柱。12年，4380个日夜，换做普通人恐怕早疯了或认命了，可能会像无数失宠嫔妃那样，把心思花在讨好太监、争夺残羹上，或者整日沉溺流言、扎小人、诅咒对手，在极度怨恨中变成面目可憎的疯婆子。但武则天没有，她做了一件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她在学习，既然做不了皇帝的爱人，那就做皇帝的学生；既然上不了龙床，那就待在御书房角落里。作为才人，他的日常工作之一是协助管理皇帝图书典籍，整理奏章文书。
这原本是枯燥的苦差事，是受宠嫔妃唯恐避之不及的冷板凳。但在武则天眼里，这哪里是冷板凳，这分明是全天下最昂贵的私塾，帝王学的最高学府。他像干燥的海绵，贪婪吸吮着那些经过朱批的奏章里的营养，看李世民如何用恩威并施驾驭武将，如何用平衡术在世家大族和寒门子弟间走钢丝，如何在灾荒年调配粮草，如何在边疆告急时运筹帷幄。每一个朱红批语，每一个修改过的字句，都是毕生政治智慧的结晶。那个曾经只会喊着用铁鞭抽，用铁锤砸的少女，在这个过程中迅速蜕变。她开始明白，真正的权力不是简单杀戮，而是控制、平衡人心的博弈。她学会了什么是帝王难面之术，什么是外儒内法，什么是育人心术。这12年，李世民虽然没给过他一丝宠爱，却在无意中把他培养成了自己最合格的继承人。这或许是历史上最荒诞的黑色幽默。老师对自己培养出的学生一无所知，连他每天在眼皮子底下偷师学艺都毫无察觉。除了李世民这位严师，武则天还有另一位导师，长孙皇后。虽然武则天入宫前1年，长孙皇后就去世了，但她的影子无处不在，在太极宫的每个角落，在李世民每次深情追忆里，在宫人们崇拜的口吻中，长孙皇后活成了完美图腾，不可逾越的道德标杆。年轻的武则天一定无数次问自己，为什么她能得到皇帝一生挚爱？是因为美貌吗？后宫比她美得多的是。是因为家世吗？大唐显贵不止她一家。慢慢的，武则天悟出了答案，是因为柔。长孙皇后从不干政，却无时无刻影响着政治；从不争宠，却让六宫粉黛无颜色。她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却能穿透最坚硬的岩石。这对武则天是颠覆性的认知升级。她意识到当年的狮子表现多么幼稚可笑，那是硬碰硬的蛮力。想要在男人统治的世界里站上巅峰，就必须学会伪装，把坚硬如铁的野心包裹在柔软顺从的丝绸里。于是那个张扬的武媚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低眉顺眼、谨小慎微的武才人。她学会了收敛眼中锋芒，学会了回话时慢半拍留出余地，学会了受委屈时微笑谢恩，学会了把所有情绪锁进心底最深处的黑匣子。这种变化如此彻底，连李世民都被骗过了。在他晚年印象里，那个曾让他感到威胁的少女，已变成无害的透明人，一个可以随意使唤，连名字都记不清的普通宫女。这种透明成了武则天最坚固的铠甲，让她躲过了无数明枪暗箭。当李世民拿着屠刀寻找女主时，他的目光划过武则天，就像划过一根柱子。谁会相信这个整日埋首顾纸堆、低声下气伺候人的女子会是未来的女皇呢？然而蛰伏是有代价的，深入骨髓的孤独。在那些漫漫长夜里，当其他嫔妃在享受恩宠时，武则天一个人坐在昏暗灯下，读着枯燥史书，练着那一笔后来震惊天下的飞白书法。她的手指因常年握笔磨出了茧子，眼睛因熬夜布满血丝。他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也许这辈子就这样老死宫中了。在希望与绝望交织的煎熬中，支撑他走下去的只有一个信念：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就这样像尘埃一样消失在历史的缝隙里。既然上天给了我不一样的命格，给了我那句女主昌的预言，我就要活出个样子来。这信念像一团火，在冰冷夜色中于他胸膛里静静燃烧，没有烧毁理智，反而把意志淬炼得比钢铁还硬。时间一年年过去，李世民的头发白了，背驼了，步履蹒跚了。帝国的太阳正在慢慢西沉，盛世辉煌下掩盖的疲惫感越来越重。而躲在阴影里的武则天，像一棵吸足养分的藤蔓，正在悄悄舒展枝叶。
他已做好所有准备，知识储备、心理素质、政治手腕，万事俱备。他现在缺的只是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他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支点。这个支点绝不可能是那个已经老去且对他心存芥蒂的李世民。他需要一个新的目标，更年轻、更软弱、更容易被掌控的人。贞观23年春天，李世民病重不起，躺在翠微宫病榻上呻吟。命运的大门终于向武则天裂开了一道缝，那是充满药味和死亡气息的午后。一个身材孱弱的年轻人走进来，他是太子李治，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最小的儿子，帝国未来的主人。当李治的目光无意中扫过病榻旁那个正在端药的武才人时，一段惊世骇俗的孽缘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开始了。那不是普通的邂逅，是两颗同样孤独、同样渴望温暖的灵魂的碰撞。对李治来说，他看到了一个成熟稳重、充满母性光辉的姐姐；对武则天来说，他看到了一把能劈开沉闷宫墙的钥匙，一根救命稻草。说实话，如果是我可能没有那个胆量。你想想看，这可是先帝的才人，名义上的庶母，一旦被发现，就是万劫不复的乱伦大罪。但武则天就是敢赌。翠微宫那个封闭的空间里，当父亲的威严随着病体消散时，李治那颗长期被压抑的心开始疯狂寻找出口。他上面曾有两个光芒万丈的哥哥，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争得头破血流，双双倒下，皇冠才意外落到他头上。他性格柔弱敏感，习惯了顺从，习惯了在父亲严厉目光下瑟瑟发抖。而此刻武则天出现了，像一道光精准照进他内心最阴暗潮湿的角落。此时武则天25岁，正是女性最有魅力的年纪，褪去青涩，沉淀了风韵。她在后宫修炼了12年，早已不仅是美人，更是心理学大师。她太清楚李治这种性格需要什么了，不是唯唯诺诺的玩伴，是一个母亲、姐姐、女神，甚至一个能主宰他的女王。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猎，猎手是武则天，猎物是李治，掩护物是那张病榻。想象那个画面，李世民昏睡在榻上，发出沉重呼吸。武则天端着汤药轻步走来，李治赶忙起身去接。在药碗交接的瞬间，两人指尖不可避免地碰在一起，那是电流般的触碰。李治的手抖了一下，药汁溅了几滴在武则天手背上。按规矩他应该立刻退避，但他没有。他呆呆看着那个女人，武则天也没有惊慌，没有立刻擦掉药汁，而是抬起眼帘深深看了李治一眼。那眼神里有恭敬，有忧虑，更多的是欲语还休的哀怨，一种我懂你的孤独的深情。对从小失去母亲的李治来说，这眼神有着致命杀伤力。他在武则天身上依稀看到了母亲的影子，成熟从容，包容一切。这是恋母情结的心理投射，让他在那一瞬间彻底沦陷。从此翠微宫的日日夜夜变成两人隐秘情感发酵的温床。趁李世民昏睡的间隙，他们在回廊拐角短暂相遇，交换几句无关痛痒的问候。太子殿下辛苦了，要注意身体。媚娘你也累了。这些看似平常的话，在特定语境下，每个字都沾染着情欲色彩。当李治独自守夜感到恐惧时，是武则天陪在身边，给他披上衣裳，用那双充满力量的手握住他。在这危机四伏的皇宫里，他们成了彼此唯一的慰藉。这是极度危险的走钢丝，一旦被发现，就是乱伦大罪，子淫妇妾。李治太子之位瞬间不保，武则天等待的将是凌迟碎剐，株连九族。但为什么李世民没有发现？那个曾经明察秋毫的天可汗去哪儿了？这就是灯下黑，也是人性中最盲目狂妄的一面。李世民太自信了。第一，他看不起李治，
觉得这儿子虽然善良孝顺，但性格软弱，借他10个胆也不敢在老爹没断气时搞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殊不知老实人一旦疯狂起来更可怕。第二，他更看不起武则天，一个用了12年都没爬上去的失败者，没有家族势力支持，早过了争宠年纪的过气才人，他把他当成会行走的物件，谁会去防备一个扫地机器人呢？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李世民正忙着和死神搏斗，当一个人连呼吸都困难，翻身都需要帮忙时，感官是迟钝的，他的世界已缩小到病榻方圆几尺，听不到压抑的呼吸声，看不到暧昧的眼神。于是就在千古一帝的眼皮底下，在他生命最后时光里，继承人和才人完成了一次最惊心动魄的政治与情感结盟。武则天在李治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关于爱情，关于依赖，关于只有我懂你。这颗种子将在李世民死后迅速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甚至长成一片森林，覆盖掉李唐原本的版图。我不得不感叹，武则天真是天生的赌徒，也是心理战高手。她在必死之局中杀出生机，利用人性弱点把绝路变通途。如果是其他嫔妃，这时候想的可能是如何殉葬，如何逃命，如何给家里留点钱。但武则天想的是，既然这个老皇帝靠不住了，我就抓住新皇帝。既然做不了太宗的宠妃，就做高宗的皇后，甚至高宗的主人。这种思维维度的差异，注定了他不仅是后宫妇人，而是政治家。当李世民呼吸越来越微弱，太医在殿外跪了一地准备哭丧时，武则天看着那个即将断气的老人，心中或许没有太多悲伤，更多是解脱和对未来的隐隐期待。但他也清楚事情没那么简单。按照大唐祖制，凡没有生育子女的后宫嫔妃，在皇帝驾崩后必须全部出家为尼，去感业寺为先帝祈福终老。这是李世民给女人们安排的最后归宿，也是他认为最稳妥的善后措施，把这些女人关进寺庙，既成全皇家体面，也防止他们在外面惹是生非。他以为一道宫墙一声木鱼就能锁住这个女人的青春和野心，他以为那个女主武王的预言，随着她的死亡和这些女人的出家就彻底烟消云散了。但他万万没想到，感业寺根本不是武则天的终点，而是中转站，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亲手为武则天搭建的避风港。如果没有这段出家经历，如果不离开皇宫，他反而危险。新君即位后宫就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的战场，他一个先帝才人夹在中间，必死无疑。恰恰是去了感业寺，让他跳出权力漩涡，保留了有生力量。这座寺庙离长安不远，离李治的心更近。李世民布下的防线，最终变成了武则天金蝉脱壳的道具。翠微宫那个深夜，李世民的手终于无力垂下，一代天骄就此落幕。哭声震天，响彻山谷，所有人沉浸在巨大悲痛中。李治哭得昏天黑地，几度晕厥，那是真切的丧父之痛。而跪在人群后的武则天，眼泪也在流，但手在袖子里紧紧握成拳头。她默默盘算着下一步棋局。感业寺我会去，但绝不会死在那里。我会回来的，我会带着这个新皇帝风风光光的回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这场关于杀与不杀的博弈，李世民以为他在生前画上了句号，殊不知对武则天来说，这仅仅是逗号。真正的正文才刚刚开始书写。长安城钟声沉闷敲响108下，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贞观23年6月，灵柩被缓缓抬出太极宫，葬入九飞山昭陵，墓门轰然关闭。开创者走进了历史尘烟，而对他身后那些女人来说，真正的噩梦才刚开始。按律令，
未有子嗣的先帝嫔妃一律削发为尼入感业寺。这是冰冷的行政命令，没有商量余地。那支凄凄惨惨的队伍，几百个素服女子，哭声震天。昨天还是锦衣玉食的才人婕妤，今天就成了被清理的废弃物。在这些梨花带雨的面孔中，有一张脸格外平静，甚至带着冷峻。武则天，她走在队伍中间，步伐沉稳，没有回头看一眼巍峨宫阙。回头没用，哭泣更是弱者的表现。省点力气想想，怎么活下去才是正经。感业寺位于长安城北，虽是皇家寺院，实际上就是合法的软禁集中营。没有红墙黄瓦，只有斑驳青砖和疯长野草，空气中弥漫着常年不散的霉味。当沉重山门吱呀关上时，仿佛把整个世界关在了外面。接下来是剃度，对这些曾以美貌示人的女子最残酷的羞辱。请听那个声音，锋利剃刀刮过头皮的沙沙声，伴随一缕缕青丝滑落，女人们撕心裂肺的哀嚎。那如云秀发曾是她们最骄傲的资本，如今被强行缴械，一地黑发就是一地碎裂的尊严。轮到武则天了，她静静跪在蒲团上，双手合十闭目。老尼姑手中剃刀冰冷刺骨，紧贴头皮游走，但她没有哭，连眉头都没皱。她在心里默念：剃掉吧，把过去那个唯唯诺诺的武才人剃掉，把那备受冷落的12年剃掉。头发没了可以再长，只要头颅还在，我就能把失去的一切夺回来。最后一缕发丝落地，长发飘飘的武媚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明空的尼姑。明空明知空空，看似充满禅意，暗示四大皆空。但对武则天来说，这个空不是空无一物的空，而是海纳百川的空。她要把心腾空，才能装得下更大的野心，装得下整个天下。感业寺的日子是她人生中最低谷、最黑暗也最坚韧的时光。物质条件极差，清汤寡水的素斋，粗布麻衣的僧袍，天没亮就要撞钟诵经，还要劈柴挑水洗衣。昔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贵族女子在这里受尽折磨，很多人没熬过冬天就病死了，但武则天活了下来，活得比谁都顽强。她从不抱怨劳累，劈柴时动作利落，挑水时步伐稳健，闲暇时不像其他人聚在一起哭诉命运不公或回忆荣华。她依然读书练字，甚至研读深奥的佛经，不是因为真的皈依佛门，而是要把自己打磨得更圆融。他知道李世民虽然死了，但眼线可能还在，新皇帝也在看着。如果他表现出一丝不甘或怨恨，等待他的可能是一杯毒酒。他必须让所有人以为野心勃勃的武媚娘已经死了，死心塌地侍奉佛祖了。这是高级伪装术，示弱以求存，藏锋以待时。但伪装归伪装，他没有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他在等那颗种子发芽，那颗在翠微宫病榻前种下的名为爱情的种子。他相信理智不会忘了他，那个有恋母情节的小男人绝对忘不了那个眼神。但等待是痛苦的，尤其是把命运完全寄托在别人一念之间的等待。为了加速这个过程，武则天决定主动出击。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她铺开粗糙的宣纸，提起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也改变了她命运的情诗。如意娘，看朱成碧丝纷纷，憔悴支离为义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16群。这首诗写得太绝了，不是高高在上的宫廷体，而是充满烟火气的如泣如诉。意思是，我想你想得魂不守舍，把红色都看成了绿色。我因为思念你憔悴地脱了形。如果你不信我为你流了多少眼泪，就打开箱子看看那条16裙吧，上面斑斑点点全是我的相思泪。这哪里是诗，这分明是一封沾满泪水和荷尔蒙的催情信。
他精准击中了李治的软肋：愧疚感、保护欲、对禁忌之恋的回味。武则天买通了感业寺外出采购的小尼姑，把诗悄悄递进了宫。这是一场豪赌，被王皇后或萧淑妃截获，就是死路一条。李治若已忘了，他就是自取其辱，但他必须赌，坐以待毙就是慢性自杀。上天终究眷顾了这个疯狂的赌徒，信送到了李治手上。年轻皇帝在御书房展开那张皱巴巴的信纸，读到开箱验取16群时，心猛地揪了一下。翠微宫的一幕幕像潮水涌上心头，那个在病榻前握住他手的温暖女人，那个坚定告诉他别怕的姐姐，如今在凄风苦雨的古刹里穿着破烂僧袍为他流干了眼泪。李治眼眶湿润，一种男人的责任感和某种征服欲在胸中激荡。我要救他，不能让他烂在那个鬼地方。但他不敢明目张胆，因为那是先帝才人，名义上的庶母，他需要一个理由，合情合理，能堵住悠悠之口的契机。而这个契机竟然是李世民的忌日。永徽元年5月26日，按例皇帝要去感业寺为先帝上香祈福。天造地设的剧本，连老天都在帮他们安排重逢的舞台。当李治仪仗浩浩荡荡开进感业寺，所有尼姑跪在路两旁低着头，只有武则天虽然也跪着，心跳却快得像战鼓。他知道这是此生唯一的翻盘机会，错过今天就万劫不复。李治上完香，平退左右，独自在回廊缓缓踱步，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终于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那个穿着灰布僧袍的背影。虽然剃了头，未施粉黛，瘦得有些脱相，但他一眼就认出了媚娘李治，声音颤抖着轻唤。武则天缓缓抬头，那一瞬间积蓄了2年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没有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李治，那眼神里有委屈，有惊喜，有深情，这一眼胜过千言万语。两人相对无言，唯有泪牵行。就在佛门清净之地，在缭绕香烟和庄严佛像面前，大唐皇帝和先帝才人紧紧握住了彼此的手。这一握宣告了感业寺布局的胜利，也宣告了李唐权力版图即将重写。但武则天没被喜悦冲昏头脑，光有皇帝宠爱还不够，要光明正大回宫，战胜王皇后和萧淑妃，还需要一张合法的门票。而这张门票的提供者竟然是正为打击萧淑妃而焦头烂额的王皇后。这又是历史的神来之笔。王皇后听说皇帝在感业寺和一个尼姑旧情复燃，不仅没生气，反而大喜。萧淑妃仗着生了儿子嚣张跋扈，不把王皇后放在眼里。王皇后心想，与其让那个贱人专宠，不如把这尼姑接回来分她的宠。反正这人出身低微，又是先帝的人，翻不起大浪，正好当枪使。于是主动向李治建议，陛下既然喜欢那个武士，不如接回宫来吧。李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正愁没理由呢，皇后竟然主动递梯子。他当即大喜，立马下旨接武则天回宫。我觉得王皇后这个人特别典型，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就有这种人，自以为聪明，结果引狼入室。他以为接回来的是听话的牧羊犬，结果是专门吃人的母老虎。当武则天脱下僧袍，蓄起长发，换上久违的宫装，走出感业寺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困了他2年的古刹，嘴角勾起意味深长的冷笑。李世民啊，李世民，你布下的感业寺陷阱困住了那些认命的女人，却困不住我。你以为这是坟墓，殊不知这是我的重生之地。再见了，明空法师。你好，武昭仪。12年的透明人生，2年的青灯古佛，终于画上句号。他满血复活了，带着从地狱里带回来的火焰重返人间。他要向所有人证明，那个被预言的女主武王不是笑话。
而是神话。而太极宫里那些还在争风吃醋的女人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样的怪物正在逼近，她们还在为蝇头小利打得不可开交。尤其是自作聪明的王皇后，还在为自己的妙计沾沾自喜。她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亲手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接下来的故事是教科书级别的宫斗，是智商与情商的降维打击。当温柔的假面被撕下，露出的那张脸让整个大唐为之颤抖。时间是最无情也最公正的审判者，不语不言，却能把岩石风化成沙，把帝国变成书页里的尘埃。当我们站在公元690年的神都洛阳，看着那座高耸入云的万象神宫时，命运兜兜转转，终于完成了巨大的闭环。此时的武则天已不再是马场上挥鞭的少女，不再是感业寺里对着孤灯流泪的尼姑，更不是躲在李治身后垂帘听政的太后。她67岁了。在这个古稀之年，她做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改唐为周，自立为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的女皇帝。请想象那个登基大典，洛阳城内万国来朝，旌旗蔽日，身穿金红龙袍的武则天一步步走上象征最高权力的御道，步伐依然稳健，眼神依然锐利，甚至比年轻时更多了一份王逆天下的霸气。当他站在那象征宇宙中心的明堂之上，接受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时，他的目光穿透了黑压压的头颅，穿透了洛阳的烟火，仿佛穿越了40多年的时光，投向长安那个寂静的马场。在那一刻，他是否想起了那个曾让他恐惧，也让他学会一切的男人？如果李世民在天之灵能看到这一幕，不知作何感想？是愤怒降下天雷，还是无奈长叹，亦或带着某种复杂的欣赏？回顾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博弈，我们终于可以回答那个核心问题了：为什么李世民没有杀掉武则天？他明明看出了他的野心，明明得到了预警，真的是因为李淳风的杀老换少理论说服了他吗？是因为武则天12年的伪装骗过了他吗？还是因为对弱女子的那一点仁慈？这些都是原因，但都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李世民是人，而武则天代表的是一种事，一种时间的趋势。李世民一生都在赢，赢了战场上的对手，赢了玄武门的兄弟，赢了那个时代的英雄，但他唯独输给了时间，输给了衰老的自然法则。当他晚年变得多疑恐惧迷信丹药时，他其实已经输了。而武则天是时间的盟友，她拥有比暴力更可怕的武器。她熬过了李世民的猜忌，熬过了长孙皇后的光芒，熬过了感业寺的清冷，她熬死了不可一世的太宗，熬死了软弱多情的李治，甚至熬死了自己的儿子李弘、李贤，熬死了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老臣。他像长在石头缝里的松树，哪怕被压弯了腰，哪怕常年不见阳光，只要给他一滴水就能活下去，只要给他一丝缝隙就能把石头撑裂。这就是为什么李世民杀不死他，因为你无法杀死一个注定要到来的春天。当大唐关陇贵族集团日渐腐朽，旧制度无法适应新阶层崛起时，历史呼唤一个新的代言人，敢于打破门阀，重用寒门的铁腕人物。武则天恰恰就是被时代选中的人，那把收割旧秩序的镰刀。李淳风当年那句王者不死，不仅是玄学工语，更揭示了深刻的历史逻辑。能够改写历史的人，往往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韧性。李世民当年在狮子烫事件中感到不适的，正是同类的气息。他看出了他眼里的野心，但低估了这份野心配上时间催化剂后的威力。他以为把他晾在后宫12年就能磨平棱角，殊不知那是在为他淬火。那12年冷板凳让武则天读懂了帝王心术和权力真谛。他从李世民那里继承了治国逻辑，却抛弃了他晚年的昏聩与傲慢。
所以当武则天真正君临天下时，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另一个版本的李世民，杀伐果断，重用酷吏打击政敌，像极了玄武门的狠绝，知人善任，不拘一格，提拔狄仁杰、姚崇等名臣，像极了贞观之治的开明。他甚至模仿他的字迹、口吻、治国手腕。李世民虽没立他为后，也没传位给他，却是他真正的政治导师。这才是宿命最幽默的地方。你最想除掉的敌人，最后成了最像你的人。终结了你王朝名号的人，其实延续了你王朝的精神内核。当武则天晚年被迫退位，把江山还给李唐子孙时，他去掉帝号，自称则天大圣皇后。这不仅是政治妥协，更像是对李世民的致敬与和解。他折腾了一辈子，杀了一辈子，争了一辈子，最后还是回到了李家媳妇的位置。他选择与李治合葬于乾陵，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座埋葬了2位皇帝的陵墓。在那巨大的无字碑前，千百年风雨不断冲刷着石面。有人说无字碑是因为功过太大无法书写，有人说是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后世骂名滚滚，索性不写。但在今晚这个故事的终章，我更愿意把它解读为一种空，就像他当年的法号明空一样，是非功过转头成空。那些血流成河的杀戮，波诡云谲的阴谋，爱恨交织的情欲，最终都化作了这块沉默的石头，任由后人评说、猜测、感叹。在这个漫长的故事里，没有绝对赢家，也没有绝对输家。李世民输了吗？他的血脉虽经过武则天的筛选，依然统治大唐200多年，贞观之治依然是后世仰望的高峰，天可汗之名依然响彻云霄。武则天赢了吗？他虽登上巅峰，却失去了一切亲情。晚年众叛亲离，在权力的孤峰上站了15年，最后只能在病榻上看着男宠被杀，无奈交出玉玺。他们都是权力的囚徒，被那个金色的笼子困住了一生。真正赢了的只有时间，奔流不息、永不回头的历史长河。他像冷漠的观众，看着台上演员换了一波又一波，看着王朝兴起又衰落。记录这一切，不是为了评判对错，而是为了告诉后来者，敬畏命运，敬畏时间，敬畏每一颗不屈的灵魂，哪怕那是一颗想逆天改命的尘埃。我觉得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改变命运的，从来不是一刀砍下去那么简单。李世民够强了吧？一辈子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没经历过，但面对时间的洪流，他依然无能为力。而武则天也没有什么超能力，她唯一比别人强的就是能忍、能等、能熬。你有没有发现，这其实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处境很像？有时候你越是想要急切地改变什么，越是用力去抓住什么，反而适得其反。真正的改变往往发生在那些看似什么都没发生的漫长等待中。武则天那12年的冷板凳，2年的感业寺，看起来是浪费生命，其实是在默默积蓄力量。说实话，如果是我大概在第3年就崩溃了。所以每次读到这段历史，我都会提醒自己，耐心，再耐心一点。今晚当我们再次抬头仰望星空，也许还能看到那颗太白金星依然在闪烁，就像1300年前那个让李世民站立的夜晚一样。星星还是那颗星星，但看星星的人早已化作黄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浩瀚宇宙面前不过是一瞬即逝的流星，但正是这些流星用它们短暂的燃烧划破了黑暗，照亮了那段名为历史的漫漫长夜。关于李世民为何不杀武则天的谜题，相信你心中已有答案。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人性与天道、权力与时间的长跑。李世民跑完了第1棒，武则天接过接力棒，跑出了一个属于女人的奇迹。好了，今晚的故事就到这里。
愿你在梦中没有权谋的算计，没有宿命的沉重，只有那年春日午后长安马场上最自由的风，和那个少女眼中最清澈的光。晚安。